我是医生，一直瞒着我老公一件事没告诉他，那就是他不孕不育。为此我特意提出丁克，想顾全他的面子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其实早就找好了下家，而可笑的是，那个下家居然怀了他的孩子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事情要从结婚纪念日说起，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从时间紧张、薪资较低的公立医院辞了职，换了一家口碑一流的私立医院，薪酬高不说，时间相对自由。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在我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就看见了我老公，或许叫李健更为合适。就见向来成熟稳重的他，慌张地抱着一个大肚子女人进了我的妇科医室，头也没抬地求我赶紧救救他的老婆和孩子。我被一幕刺得心里抽痛，雷劈了一样愣在当场，眼泪突然就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。躺在床上的是他的老婆孩子，那站在一边的我是谁？不等我采取什么行动，跟来的护士已经十分有眼力劲儿地把他推了出去。这情况由不得我选，纵然我这会儿恨不能掐死他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我首先得救人。事情发生得太快，我的心情尚未平复，就不得不上前问诊。检查的时候，我手都是哆嗦的，不过也并没有影响什么。他这问题非常简单，羊水泄漏，8个月了还敢作死，真是不怕孩子死肚里呀！这是，不过这谁知道呢？这对狗男女求着我，我都不惜得用我的专业去报复，半点都没挣扎。我已经开出了十分专业且敬业的医嘱，让护士把人推了出去。自然8个月羊水泄漏，各项产前检查不说，住院留观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老公把小3把送到了我的眼皮子底下，这是说出去敢信？且听李健那话的意思，两人起码好了8个多月了。想想最近每天晚上李健干的那些事，我就感觉恶心。我当即合了眼睛，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令人作呕的画面。下一刻又觉得真特么，自己这一片真心为了狗。我狠狠闭着眼睛，感觉牙齿都在打颤。良久，我睁开眼，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我恶狠狠地在心里告诫自己，李健不值得。然而8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扔就能扔的，再加上他妈一直在催他要孩子，他压力也大。我私心想着，他要是承认错误，以后好好跟我过，我也不是不能出手结束这场闹剧，给他一个回头的机会。中午休息，我打听了那女人的病房，打算找李健摊牌。然而不等我推门，就听见屋里传来女人的质问声：李健，你什么时候离婚？你难道没听医生说吗？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出来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，可是咱们孩子不能还没生下来就是个黑户啊！女人话音刚落，李健略焦急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响了起来：住口！这里是医院，你也不是街上的泼妇。似是觉得不妥，话一落下，又赶紧安抚：张帆那个人我了解，他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他好，我越是对他好，他越是愧疚。到时候再让我妈用不能生孩子这事儿拿出来说项，他因为愧疚，就算不净身出户，也绝不会染指我这一份。不愧是我的枕边人，真是把我了解得透透的。原来他竟是打着这样的主意。屋子里，李健还在柔声细气地跟那女人说着什么，我却无心在听，强忍着冲进去把李健的脸打烂的冲动，转身急匆匆离开。这血淋淋的现实让我心里仅存的那一点侥幸彻底幻灭了，狠狠擦了一把脸上的泪。我心里暗暗发誓，
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好在这一天下来也没出什么紧急病例。我在门诊不接手术，加上身为一个医生，心理素质过硬，虽然心情有所起伏，但也不至于影响工作。刚到家我就接到了李健的电话，说是事务所接了个紧急的案子，不能回家。好得很，我现在这个鬼样子的确不适合见这个狗男人。白天被忙碌工作压制的痛苦，在晚上一人的时候彻底反弹了回来。我一个人在这寂静的房子里放声大哭了一通。这就是成年人的悲哀，越长大越孤独。我没跟爸妈求助，徒惹他们伤心。好歹我也是快30的人了，离婚这事我能做主。再则，我心里清楚，一旦我离了婚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。毕竟从一开始，我爸妈就没同意我跟李健的亲事，是我死乞白赖要嫁给他，我爸妈这才不得不同意。然而，伤心也是真的伤心。养了20多年的闺女，为了一个男人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上。这种情况我还尚未面对过，只是光想想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心酸。但他们还是成全了我，成全了我可笑的爱情。结婚3年，婆婆催生了无数次，我和李健还是没有孩子。我以备孕为名去我所在的医院做了孕前体检，我才知道李健是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，也就是先天不孕不育。换句话说，李健的身体无法产生精子，连试管婴儿也是做不了的。我又心疼又无奈，我太了解李健了，虽然从不在嘴上说，骨子里却是妥妥的大男子主义。当时我也是爱惨了他，没这是我爸妈尚且不乐意我嫁给他，一旦这事公之于众，可以想见我们的婚姻可能顷刻分崩离析。于是我借着医院工作的便利，自己伪造了2张证明。从那之后，我们依旧没有孩子，不过不孕不育的人成了我。李健他妈为这个骂了我多少次，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就是不下蛋的老母鸡。然而那时我有情饮水饱，从不肯将这些放在心上。我爸妈不忍我在婆家受委屈，掏出100万来给李健注资，做了律师事务所，这才让李健他妈暂时闭了嘴。倒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藏起一身锋芒，努力护住的男人，却亲手向我捅了刀子，好好哭了一通，仿佛哭尽了8年的委屈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从前对李健的维护，如今竟成了我手中报复的利刃。也不知该觉得可悲，还是该觉得庆幸。想了这许多，我的脑海里的计划也慢慢清晰起来了。是了，我还不至于圣母到这份上。从前不曾说的秘密，如今离婚之前就先让他妥妥地待在肚子里吧。收拾好心情，我就回了卧室，还不忘给自己做了套保养。毕竟我不想明天上班顶着俩核桃眼。原以为会难过的睡不着觉，结果没失眠不说，一晚上连个梦都没做。第2天，我申请了个微信小号，并设置了朋友圈3天可见，随便转了几篇院里的宣传公众号，又换了封面和头像。趁着李健不在医院，我特地到秦运那边做了慰问，理由都是现成的，毕竟入院的时候他是我接待的。接下来的事就特别顺理成章。值得声明的是，我绝对没有害他的意思。事实上，我不仅不打算害他，更没打算害他的孩子。甚至于他身体一旦出现什么意外，我绝对会尽可能的保全他。不仅仅因为他是我跟李健离婚谈条件的王牌，更在于我对一个怀着孩子的孕妇当真下不了手。所以恶毒的事还是留给李健去做吧。不过他的朋友圈里并没有和李健的合照，不仅朋友圈没有，就连我几次暗示他拍，
都被她以老公太丑含混过去了。纵观她的朋友圈，除了跟她弟弟的温馨日常，仿佛李健就没存在过。难道这是作为一个小三的自觉，亦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小三的警惕性？骗照片的计划破产，我只得请了私家侦探调查。自然，李健不在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关注，因为秦韵表现得实在太干净了，而我清楚地知道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李健的。这就涉及到我计划的关键一环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。我果断甩手交给了私家侦探。然而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竟然听见秦韵所在的病房里传来的吵架声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太冒险了！我再不来，老婆跟人跑了不说，连孩子都要跟别人姓了。秦韵，别告诉我你打算跟他真结婚？说什么呢你？还想不想要钱了？这年头的人玩的可真花，到底是走眼了。没想到这秦韵平常表现的老实巴交的，竟然也是个美杜莎。也对，能给李健生孩子的人，能指望他好到哪里去？看到这里，我倒是有点放心了。便是我不出手，李健也好不到哪儿去啊。当然，我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，起码要跟李健断干净，不是？俗话说得好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现如今看起来，这秦韵倒是跟李健十分般配。从开始的愤怒生气，到如今知道李健头上也是青青草原，我倒是觉得他有点可怜了。我不禁恶趣味地想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绿人者？人恒绿枝，秦韵还是做了剖腹产，咱也不知道是因为等不及要改嫁还是啥。反正不是因为肚子撑不住。头天秦韵生了孩子，第二天大清早我就见到了李健和他妈。这两人来，显然是打算逼宫来了，还是纯属自愿的那种。我顶着鸡窝头瞟了对面两张扑克脸一眼，就慵懒地瘫在了沙发上，闭目养神。李健他妈屁股还没挨到沙发，就站起来指着我道：“看看，看看。”李健，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？茶没有，水不端，连个妈都不喊。我听着李健开口和稀泥，那边安抚了，又来提点我，连眼都没睁。自然，李健还是很有本事的。我没说话，也没给他俩造成半点不适。全局由他妈控场，从我踏进他家门，不守规矩到不孕不育，烂了800年的旧账。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，李健他妈整整说了1小时，都不带重复的。李健只需适时的在中间插上1、2句，表个态，然后在他妈叙述了必须离婚的1001个理由中间，表现的情绪越来越紧绷，直到最后，他妈把李家的祖宗搬了出来。我话撂在这儿，李家的香火不能断在你的手里。这个婚必须离。李健这才用沙哑疲惫的声音，无比沉痛地开口：“阿韵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扪心自问，我张韵到底何德何能，竟有劳李大律师给我连导带演的上了这么一出大戏？”片刻后，我有了结论：大概率平常忍惯了，以至于李健觉得我是个大冤种，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的吧。心里明明知道得很清楚，然而他说对不起的那一刻，我还是忍不住流了泪。8年的青春，女人到底有多少个8年？还是最美的8年？如今随着他一声对不起，多少恩情都尽数烟消云散了，剩下的只有债。我睁开眼，干脆道：“律师事务所开起来的时候，是我爸注的资100万。这5年单利息也有不少了，先还我爸120万不过分吧？加上这房子，你我这几年的收入都是婚后财产，该怎么分割？李健，你比我更清楚吧？”话落的瞬间，我清楚地看到了李健脸上的错愕、震惊，还有茫然。
大概是万万没想到他戏都演到这个份上了，我竟能跟他算得这么仔细吧。倒是李健他妈听完我的话，一巴掌拍在大腿上，然后拔地而起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大声骂道：好啊，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！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呢？竟然在这儿等着呢！120万还要分婚后财产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告诉你没门儿！自然他的功力深厚，也不止这些，但也没必要一一赘述了。不如你们起诉吧！我凉凉开口，打断了李健他妈的滔滔不绝。终于，李健察觉到了我竟然冷静得如此不同寻常。阿运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竟是半点情面也不打算留了吗？别演了，李健，绿了我的你没资格跟我谈情分。说着，我甩出了之前打印好的照片，亮达正是他跟秦韵的亲密照。下一刻，李健便淡然地连起了他脸上沉痛的表情，顺便打断了他妈的无理谩骂。他说：没用的，阿运，你爸当初是把钱送给了我，不是借给了我，打官司不划算的，律师送诉费会直接让你拿到的钱大大缩水。我冷笑：你以为我是为了钱？你的儿子等不得了，拖下去就上不了户口了。我就是要拖，坚持住啊！只要我不同意离婚，那孩子生下来就是私生子。李健他妈再次发挥了他骂街的功力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的心怎么会这么毒啊你！我怒极反笑，省下力气到法庭上骂我吧。李健到底妥协了200万，他应得痛快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毕竟200万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。他越是痛快，就说明他越是在乎，越显得我那8年瞎了眼。恨归恨，该应还得应。我清楚地知道，要不是有秦韵肚里的孩子等着，我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一半，更别提外头还有个秦韵虎视眈眈。而李健绝对不会想到，选择离婚并不是我最大的报复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别看之前端的架子比较高，谈妥之后，李健立马就要求去民政局。我坚持他当场转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签字。为了避免以后大家经常见面，我觉得咱们还是一次算清楚的好。李健整个脸沉得能滴出水来了，他妈也在一旁骂骂咧咧。我不为所动，到底逼着他在签字之前转了账。签了字，拿了证，奇迹般的我没难受，反而心情大好，差点笑出了声。刚刚折了一大笔钱的李健见状，脸都绿了。阿运，跟我离婚让你这么开心吗？这8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？我不屑地嗤笑一声，要不是你背着我，孩子都有了，指不定我就信了你的邪。因为是协议离婚，对外只说是性格不合，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具体原因。然而李健非要把脸伸过来找这个难堪，我自然也不会圣母的给他留什么体面。我说话声音不算大，却足够叫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，虽不至于指指点点，各种鄙夷的目光到底就打在了李健身上。瞬间，李健的脸就黑得阎王似的，他妈到底老江湖了，当即口吐芬芳，骂出来的词都不带重样的。别说，效果也是有的，毕竟不下蛋的老母鸡杀伤力是非一般的大，倒是让吃瓜群众都头大，不知该信谁了。不想理会李健他妈的疯狂谩骂，我转身就走。倒也并非是我标榜自己高尚，我是纯粹觉得，比起跟泼妇开撕这种不痛不痒的发泄，带给李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才是我的追求。李健他妈自然不知道我的想法，而我这种停也没停，理都不理的冷处理，显然惹恼了他。告诉你张运，刚离婚我儿子就有了孩子，你离了我儿子，什么都不是，我就看谁会要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。
我脚步一停，转身笑得一脸灿烂。那就请您帮我好好谢谢您孙子。我特意将您孙子这3个字咬得贼重，可惜他们只以为我是嫉妒秦韵有了孩子，又哪里会追究这里头的深意。不过我才不会傻不拉几地提醒他们给别人养儿子的事实。拿到离婚证，我果断跟家里打了电话，这么大的事总不能再瞒着他们了。离婚连带着李健不孕不育的事一起告诉了他们。爸妈很高兴我能浪子回头。我去上班的功夫，我爸已经找了搬家公司把我原来的房子搬了个空。用我爸的话说，这房子里的东西当初都是他给我置办的。便是离了婚，糟心不想要卖废品，也不能便宜了李健。对此我只能说一句，姜是老的辣。我把李健不孕不育，秦韵却给他生了孩子的事情告诉了我爸妈。意外的，我爸妈坚决反对我再插手李健的事。用他们的话说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得为了这种人渣脏了自己的手。跟5年前执意结婚不同，这一次我果断听了他们的话。为了彻底跟李健断绝关系，我选了一家离家近的医院上班。然而3个月后，李健竟然再次找上了门，果断被我爸打了出去。他不死心，把我堵到车库，哭求我的原谅。此时的他哪有往日半分光鲜，头发像是好多天没洗，身体穿的衣服也一股子馊味，瞧着那样就差上街乞讨了。以前他体面光鲜，我尚且毫不留恋，这回他自食其果，我更不会有半分怜悯。阿韵，不孕不育的竟然是我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傻？假如你早点跟我说，我也不会犯傻呀。见识过他的演技，他这会儿说什么我都不信。再者，信不信的有什么重要呢？放下了，起开！我立喝出声，毫不留情。然而此时李健大概是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，哪肯轻易放了我，当即一把抱住了我。阿韵，我不起，我不起，我错了，阿韵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剧烈挣扎了2下，他不肯松。这种铁壁一般的束缚感，加上车库阴暗，自带恐怖效果，那感觉岂止是头皮发麻。这情况，我瞬间联想起某些恐怖的片段，整个人直接都抖了个机灵。我怀疑眼前的李健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定了，进而推测他是不是已经失去理智，忘记自己是个律师了。然而不管是啥情况，我就不信没有杀过人的律师，眼前这位遭逢巨变，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杀人的律师还很难说。退一万步讲，我希望那个人他不是我，错的不是我，不管是李健还是秦韵，我都是受害者。我不想替别人的错误买单。当然，妄图跟疯子讲道理的是傻瓜，出于狗命的想法。我迅速稳住了情绪，佯装叹了口气：“李健，我想我们应该谈谈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似是感觉到我放软了态度，他很是惊喜，这让他看到了希望。是了，谁会在看到希望的时候铤而走险呢？尤其是我，离婚还分到了200万，他当初事务所起步才多少？当真复合，这钱他拿去用，分分钟可助他东山再起啊！不过以他之前的人脉，为了100-200万发愁，感觉就有些不可思议。眨眼间我心思百转，李健也放开了我，只是他似乎猜出了些我的心思，死死跟着我，生怕我上车甩了他。我只得把他带到了一个中档餐厅，高档我怕他这情况去不成，低档着实在这会儿给不了我安全感，中档可能比较方便我脱身。李健，如果我记忆没出现混乱，你应该跟秦韵结婚了，你别跟我提他。他猛地抬起头来，像头狼崽子一样看着我，眸中满是恨意。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在餐厅，
自觉收了声，那就是个骗子。他不仅骗了我的钱，骗了我的感情，他还败坏了我的名声。我蹙了蹙眉，什么意思？前面我勉强可以猜出一二，然而名声这玩意儿怎么败坏？曝光李健不孕不育，可他作为一个小三，还是怀着不知道谁孩子的小三，曝光这事又有什么好处呢？那根本不是我的孩子，他骗了我，我根本就不能生。说话的时候，他显得很痛苦，右手紧紧攥住摁在桌子上。为了给孩子上户口，我给了他80万彩礼。第二天，大人孩子就一起消失了。骗了钱，他们还不放过我，跟我说什么我根本不是个爷们。我一气之下做了体检，哈，好家伙，我才发现我竟然真有病。说着，他脸上竟然露出一抹病态的笑。那个女人连名字都是假的，找都不知道去哪里找。偌大的世界，随便她往哪个深山老林里一扎，我都找不到人。后边的事她没有说，反反复复就一句她毁了我的事业。我料想她没说出口的必是不得了的大事，极有可能就是他之所以失魂落魄的根本原因。毕竟钱没了也不是不能再挣，他一身本事也不是白练的。不过看他这个疯样子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。后边他说的尽是些没营养的求复合，我自然不会答应他。当然我也不敢走，以我之前对他的了解，他真的挺不正常，起码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丧心病狂的样子。趁他不注意，我给服务员递了求报警的纸条。没办法，这里虽然离家不远，然而我不能把这疯子带到家人身边。可惜的是，那服务员就没能领会我的意图。许是李健长得还算人模狗样，一时半会儿的就没人当他是坏人。显然追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又设法给家里人录了几段语音发过去，希望他们能了解到我的情况，报个警。然而我运气不大好，好久了，我爸妈竟然也没有看见。我想偷偷结账离开，不料他紧跟其后，亦步亦趋。这情况，我更不敢离开餐厅，只能拿了瓶酒，再次返回了座位。正无计可施，突然有个声音传来，宛如天籁：“韵韵，这位是谁？不介绍下吗？”我抬头就看见了我徒弟，科室里来的新人，平常没大没小的，韵韵就是昵称，这会儿倒是方便我了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立马站起来，拥住他，实则在他背后拧了一把：“亲爱的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前夫。久仰久仰，律师是吧？”“大爷，不是我说，这怎么着也是个爷们吧？纠缠前妻放哪儿也说不过去啊！就这个，竟然还是个律师。”我生怕给他惹麻烦，连他名字都没提，这就把人给对了。还大爷可真敢，更别提这里正不孕不育呢，他那头就说什么爷们，可真是戳李健肺管子上了。挺勇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勇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我们这就走。连忙赔了个笑，我拉着徒弟就往外走。怎料李健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大庭广众之下朗声开口：“张韵，你竟然老牛吃嫩草，怪不得要离婚呐！感情是有了新欢。”我都快被他给气笑了，真不知道这脑子是什么构造，张口就倒打一耙。不过我才懒得跟他争辩，不与傻瓜论长短是基本常识。更何况在我眼里，李健已经半疯了，强行拽上徒弟就走。然而我制住了徒弟，就管不了李健。就见他竟然不知从哪儿拿出来刀子就冲了过来。我天，这特么早就预备杀了我了吧？得亏把他从车库骗了出来，不然今儿就交代了。这会儿虽然搞不好也要交代，不过李健这故意杀人罪是跑不了了，自带匕首故意杀人，
还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一堆人证，这真不像个律师能干出来的事。所以我觉得他疯了。我使劲把徒弟推向一边，避免他受到波及，然而就没有推动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只能一边推一边朝李健喊：骗了你的是秦韵，毁了你的是秦韵，你杀我这不是有病吗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怎料李健百忙之中就喊出了我毕生难忘的话：你明明知道我不孕不育，竟然没有告诉我，这尼玛！我是服气的，咱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，人家不躲就算了，竟然还上前一步，长腿一踢，李健手里的匕首应声掉到了地上，胳膊直接砰得弹到了头上。这还不算，我徒弟竟然上去就把李健的手扭到了背后，大声喊道：快打电话报警，都别从这儿过呀，别破坏现场，一会儿警察还要取证。喊完，这小子还虚捏了一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。好险，得亏小爷练过，不然就在这大爷手里了。我这嘴贱的毛病是改不了了。这次再没什么意外，警察很快来了餐厅，把李健带走了。作为受害者，我自是要去做笔录，徒弟也没能幸免，托我的福去公安局溜达了一圈。李健摆明是搞事情，很可能是不想活了，才弄了这么一出。我不大想深究他这背后的动机，毕竟光想着有人想弄死自己就足够毛骨悚然了，这是瞒不过，自然少不了要跟爸妈汇报。当即两人又是一阵劫后余生似的感慨，死活要来找我，被我小徒弟挡下了。没错，小徒弟长本事了，爸妈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后，威信大大增加，远远超过了我自己。从警察局出来就很晚了，我就无比庆幸地感叹了句：哎呀，今个幸好遇到你小徒弟，要不然师傅这条命都要交代了。怎料他痞痞一笑：师傅，您怕不是对遇到这个字有什么误解？我可是开车半个小时才到你这，下次能不能找个近点的地儿？说着，这臭小子竟然还揉了揉我的脑袋，简直大逆不道。师傅的脑袋是弟子能摸的吗？不过听他这话怎么这么奇怪？不对吧？我爸妈不认识你呀，邻居。师傅，您这可是卸磨杀驴呀！小弟甘拜下风。这小子惯会搞怪，我不理他。师傅，您看一下手机，自个儿发的求救信息也能忘？我立马拿起手机查看，果然就看见了我给他发了好多段语音。怪不得警察没有来，可真难为他能领会到我发这些的企图，否则今儿就凉凉了。为什么没报警？小徒弟贫道，这么好的英雄救美机会，找警察我不是傻，救美，呵呵。我暗自嘲笑小徒弟，他不是眼里进了屎，就是趁机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也就不以为意。不过这不影响交流，拿命英雄救美，小瞧我了不是？那菜鸡，我一个打10个也能把他打趴下，可拉倒吧，从来没见过，怎么知道是弱鸡哟？这话我信我就是猪。果然，我还是有点智商在身上的，有了救命之恩。我自己对我徒弟颇为照应，直到有天他跟我求了婚，这突如其来的求婚可真叫我傻了眼。我把你当徒弟，你却想泡我，我是你师傅，不是吧？韵韵，杨过都能娶小龙女呢，我比你大3岁不正好？女大3抱金砖，我有婚史，可拉倒吧，小韵韵，这年头结没结婚有啥区别？呸！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人渣呀？我竟无言以对。我以为小徒弟是在开玩笑，然而他就很正经。同科室不许谈恋爱，他竟然转了医院。最无语的是，他还偷偷搞定了我爸妈，一回家就被催婚。妈，你都老大不小了，你那小徒弟不错了，
心眼儿好，还能保护你，人长得也好。爸，的确是老大不小了，快定下来搬出去，打扰我和你妈过二人世界。这是当爸妈的说的话。独生女的我，头一回在爸妈那儿感受了一把嫌弃。行吧，我跟小徒弟在一起了。羞。至于李健，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然而就没能让他如愿吃花生米，就是可能要吃一辈子牢饭。后来我从一朋友那里听到了李健那天未能说出口的故事。秦韵原名并不叫秦韵，她是一名受害者，她妈妈被人撞成了高位截瘫，然而肇事司机竟然用钱脱罪。李健就是肇事司机的律师，秦韵从李健这里拿到了证据，在拿到钱后将这件事的原委网爆出来，彻底毁了李健的事业。至于他不孕不育的事，更是被贴得到处都是，家门口、小区、事务所，无处不在，杀人诛心。秦韵的确是个中好手，不得不承认，相比之下，我弱鸡了很多。我私心不大愿意承认自己弱鸡，感觉这可能跟受到的伤害程度有关，当然还多亏有明智的爸妈。李健口中的坏了名声，不仅仅是他不孕不育的事被广为人知，更是因为利欲熏心，颠倒黑白，致使职业生涯被毁。后来我竟然收到了秦韵的道歉信，就挺意外的。其实对于这件事，我早已经释怀，抛开秦韵小三的身份，叫我伤痛欲绝。后来跟李健分开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更别提我还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终归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留不住的都不是自己的。我同情秦韵的遭遇，也不知道异地而处，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也只能说一句世事弄人，只是跟秦韵做朋友也是不可能的。还好小徒弟在我身边，我们结了婚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，竟然成了现实。果然，老天爷心里有杆秤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